为什么做人要省钱？只有一个理由和原因，是因为省钱是经过思考的，思考之后的理性选择。你没有办法去过不经过理性思考的选择的生活。苏格拉底跟我们说，没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我们今天结合到这道题目上说，不省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说完了。马东是一个非常好的辩手，可是谢谢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武器，也是今天的认为该省钱的人全部都给我的武器。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呢，叫做节省，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寇乃馨用的字眼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的值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会不会把他花掉的钱赚不赚得回来，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花不花的精准的判断，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学习。你怎么学习？学习终究是要花钱的啊。那更不要说刚才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马伯威今天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局限。马伯威说，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时间也有限。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时间的有限是赚不回来的。我用平均80岁来算，80岁乘以365天一年，你大概得到3万天左右，很吓人吧？我们一辈子活80岁只有3万天，是从你婴儿时期呱呱落地开始那一天，这个3万的码表就开始起跳了。3万非常少，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1年，我说我只给你3万块，你都会不安，觉得够不够啊？结果你不是1年，你是流浪80年，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3万天，而这3万天跟3万块的概念不一样。3万块花掉1块钱，赚回来就有了；3万天过1秒是1秒，用尽天下的方法也赚不回这1秒钟。所以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一个花费哈。以我这个简单的想象，就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的孩子一个人生的忠告是你要省钱。那我也不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看节目的各位说做人要省钱。谢谢大家。你出道以来，收入不菲，你对生活当中是一个爱花钱的人，还是一个更爱省钱的人？我自从出道以后呢，嗯，就是非常的抠，对，就是非常的省钱。对，原因一个是没有时间花钱，对，我可以帮你花，没有，不用，我有马东老师，时间。不用。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省钱，是吧？对。金姐呢？肯定是啊，做鬼不用省钱，做人一定要省钱。是。哦，就这么简单啊！你真的不像一个省钱的人。我真不是省钱的主，但是我觉得还是省钱。我能花钱，但我不乱花钱，我承认。你不是省钱的人，我不是省油的灯，你知道对吗？这个。好，那个金星姐选择的是该省，做人要省钱。对，康永哥呢？马东，你今天要不要参加辩论？对，我参加吧。参加吧。啊，好的。好过瘾的，好玩的。我们上一期辩那个就是要不要万人虐丑闻主角，我被他气死了。我很想再让他多辩2次，见识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然后你想气死我一回是吧？我知道，恐怕我要被你气死，可是我就拼了。所以按照惯例嘛，金星老师需要省钱的话，我就说不省。你不省。对。那你要气死我的话，你应该是站在金星老师那边喽。反面啊，那就在这边，我们俩省钱，我们仨都省钱，你不省。对，好啊，是吧？啊，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们仨都省钱，和这边的全都是省钱的。对。然后这边的都是败家子，那边是败家子，我觉得从外形看，你们那边比较花钱。是的，我们把省下来的钱全用脑袋上了。你看，对，好，
反方48，略占劣势，对吧？那就谁先开始？反方，周旋义，好。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今天4位导师有3位都选择了要省钱。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法变呢。现场53位选择要省钱的朋友们，我的第一直觉跟你们一模一样，就做人怎么可能不省钱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总得省，省了就是你以后说不定会有用的，对不对？省了以后会比较保险吧。不过我是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是 Michael Jackson 出了一盘新的专辑，叫做 Dangerous， 很多年以前了，真的很经典。当时正版的卡带是14块钱，而我一天早点的预算是1块钱，我足足省了2个星期的早点钱，真的是饿得头昏眼花。最后我买了这个卡带，我真的很开心。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要省钱，为什么？我们会有更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去买。可是我转念这么一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因为省钱的话，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正版的卡带？我可以买盗版嘛，或者我可以去借别人的来听，对不对？或者我过2年我再买。所以这整件事情，我们所以为我们在省钱的整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是在省钱，是因为我们有更喜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更热爱的东西，我们要攒钱去买那个东西。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省钱行为都是为了攒钱，也就是说一个财务调配，把买油的钱去买醋，把买醋的钱去买盐，你根本就没有省下钱，这是第一个。那么什么叫省钱？有2种模式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淘宝剁手党喜欢做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好的东西，对不对？大家所有的剁手党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个价格，我们会特别关注什么打折呀、促销啊、什么年终特惠呀、什么老板心情不好、老板跳楼了、老板走路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促销的信息，我们会去省钱。可是啊，各位，你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回家看看你们的衣橱，那里面那些衣服，有多少那种奇奇怪怪的穿不出去的衣服，是你为了省钱买的？所以事实上，告诉各位一个非常常见的道理，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省钱往往是商家用来忽悠我们一种方式。好，就算你说我这个人其实非常聪明，我不会被忽悠，那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分身术的。什么意思？人的时间、精力、钱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把你分开几个人来使用的。如果你要省钱，你必然要多花时间，或者说你必然要多花精力，对不对？很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要买到北京城最便宜的黄瓜，我得走多少大街，我得串多少小巷，我得去多少超市。这个例子太小，我们再举个例子，我假设要买到全中国最便宜的东风标致 308S， 假设是这样，对吧？那我得去多少 4S 店？我得跟多少经理讨价还价，我得去了解多少促销打折的信息。可是我告诉你，最后你开回家的虽然也是东风标致 308S， 但是你开回家的不是一个狂拽炫酷大天的东风标致 308S。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人生都被这辆车给消磨了。所以省钱是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儿。这第一个模式啊。那么第二个模式，就是省钱，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买嘛，对不对？很多人是这么去省钱的。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么教导我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各位，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生之中那些最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最让我们有那种美的、愉悦的感受的那些东西，它不都是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吗？比如说，人出门是要穿衣服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要穿的有范儿，你一定要多花钱，你一定要多花钱，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是一个你必须要更多去投入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要去省几张照片的钱，那我们很多的童年的记忆就不存在了，你会牺牲整个童年。如果我们要省几顿饭局的钱，你很多友谊的欢乐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要省几件漂亮衣服的钱，很可能你整个青春就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典诗赋里边，苏东坡曾经写这个《赤壁赋》，他告诉我们说，人生之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那些东西本身是免费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我们需要的是额外多花那么一点点钱去享受它。这个钱不是必须的，可不可以省？可以省。比如说，你如果不租那条小船去游那个赤壁，不就没有赤壁赋了吗？如果你不去买鲜花，不就没有情人节了吗？如果你不去做出这样的什么戏剧啊、音乐啊、影视啊等等这样的投入，你整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最后我方的观点很简单：钱
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时间和精力；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人生中的美好。所以省钱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你非常容易因为省一点钱而输掉了整个人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来，琪琪的，快。首先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啊，每一辆标致308S 都是狂拽炫酷哪炸天的，与价格无关。我先澄清一下。现在我想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省钱要花时间和精力，我现在看电影一抬头，票价60、80、100，低头拿出一个手机打开 APP19，我该不该打？你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用19块钱买一张一模一样的电影票，坐一模一样的位置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到电影院里去看那个票价，买了以后买顿爆米花、买可乐，在那里去享受。可是当你到电影院去看的人潮拥挤，然后你掏出 APP 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买过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换购、团购等等等等。你换了之后，我稍微你的那个整个观影体验就没有了。周帅，买票的那个口子那儿队是很长，但旁边有一大排换票机，那一般排的人还比较少。换句话，我在手机上买的刷的更快。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那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第一次什么？约会的时候会呀，为什么不？这告诉我是一个靠谱的男人呢，因为我节省啊。OK，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约去看电影？为什么你不买一个爱奇艺的 VIP 在家里看？好啊，对呀，爱奇艺好。那我再问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听我说完，再省一点。听我说完，周帅 VIP 都不买。不，周帅，我们知道有范儿的这个 APP 它是免费的，下了这个免费的 APP 进去之后，不仅买衣服能省钱，在里面还能再挣钱，这个钱该不该下？那我问你，有范儿该不该下？周帅，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妈妈用不用有范儿？我妈妈现在不用，我回去告诉她。对，我们的父母是不用这个东西的，而我们为什么我们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最后一句话，嗯我们的父母每年花在买衣服上的钱是比我们省得多的，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们？我学习啊，我觉得那你为什么下有范儿呢？如果比我省得多，你为什么要下有范儿？因为有范能省得更多啊。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你买衣服钱比你妈妈用的多？我没有买比我妈妈用的多，我只是比我爸爸用的多。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妈妈很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如果你要省，是省无止境的。马薇薇，你跟此人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会看着60、80和100的票，不买那个19块钱的票吗？不是，是我买单呢。原来如此。所以真正会省钱的是在这儿呢。我们不省钱呢，我一向都买最贵的票啊。啊，是吗？对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好吧，那个被琪琪完了，然后正方是谁？花溪。开始，我先总结一下，我刚才琪琪想要得出2个点。第一个观点，你在做同一件事情，在电影院买电影票这个时候有2个选择：第一，买原价票；第二，上网买折扣。也许折扣票像对方所说的费了那么一点点劲，但是我费了一点点劲，省了一大笔钱呢。而且进去看电影之后，享受的同样的待遇，吃了同样的爆米花，为什么不呢？薇薇姐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可能是真的没有团购过。其实不一样的价钱也享受是同样的货，其实还真的很便宜。第二点，玄一师兄在反驳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学你的父母出去省钱？你为什么不学？我们用有范儿 APP 省下来的钱也是钱，父母逛街省下来的钱也是钱，所以我们学的是省的精神，不是省的方式。好，琪琪方面总结完毕，我来说说我的观点。今天其实玄一师兄他刚才告诉我们说，省钱啊就是抠嘛，你看到那个价钱上面最低的你买，你看到淘宝上面打折最低的你买。其实真正会省钱的人不是这样。所谓真正的省钱，不是买价钱最便宜的，是你把钱花的最对的，是真省钱。第一，女生都买包，街边200块钱一个包，款式更新很快，但同时它的折旧报废率也很快。好，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咬咬牙，你买了个经典款，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但是你背了10年，每次背出去别人都夸，哇，这个女的好有品味，而且质量很好，你背10年不过时。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最会省钱的人。这种省钱的方式让你省出了你的胆量，让你省出了你的魄力。你不光是敢花钱，你还会花钱。第二种情况，你说女生的衣橱里面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吗？我跟你讲，男生的衣橱。英国绅士的衣橱里面永远有一套最好的西装和一双最贵的皮鞋，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大概有那么一套最珍贵的东西。他们是怎么省的？我买了西装之后，我出门走路我不能做大动作，不然上面会有褶。我穿了一双皮鞋之后，雨天我不过脏地，旱天我不敢走得太快，回家之后我还要上蜡打磨。这种人是最会省钱的人，因为钱都花出去了，你要是乱七八糟祸害那个衣服，还蛮心疼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买了便宜的衣服怎么办？西装一脱往床上一撂，坏了就坏了嘛，大不了再换。
可是这个时候你省着省着，你发现其实你自己只是害怕西装磨损很心疼，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绅士。别人不会说你看那个抠，别人会说哇，你看那个人活得很有质感、很有质量、很有范儿，因为他每天走路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这是省钱给你带来的第二种好处。所以，在我方观点看来，真正的省钱不是抠门，不是损，也不是乱花钱，反而是真正省出了一种气质感，省出了一种尊贵的生活。好，琪琪，来吧。花溪，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买奢侈品包包2万块钱一个的这种叫做省钱行为是吧？对。好，第二，你认为贵族穿经典款定制西装也是一种省钱行为？他们这辈子可能就买那么一套，买一个包。你真是没过过贵族生活。大家看一下唐顿庄园就会知道，经典款西装看上去每套都一样，实际上细节是有很多不同套的。对。但是你想论证的是，贵族过的也是勤俭节约的生活，是吧？对啊。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过的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吗？好，我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不勤俭节约。第一，暴发户，出门天天吃大排档；第二，天天换新衣服，回家脱了就扔。实际上，花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花溪告诉我们的是，把钱加上品味，这叫做勤俭节约的生活。不对，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加上没品味，变成暴发户，这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它比较的是什么？有品味的生活比没品味的生活要好。不对，谢谢。我说一句话总结，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谢谢。这边下一位是谁啊？好，永开。总结2件事情，先讲说陈明奇、周选义，他说的无非就告诉我们，到底要不要下载便宜的有饭。坦白说，我下载有饭从来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方便。我赞许大家去追寻方便，可是千万不要追寻便宜，否则的话可能会坐黑车。第2件事情，你说你要下有饭，可请问一下，你用的手机有 APP 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省钱人，你根本不会下载一个有 APP 的手机。而且就算你下载了，你为了省钱，你根本不会买有饭，因为有饭贵呀，他们有品味、有品牌、有质量。所以发现了没有，一个真正省钱的人是不可能像花溪那样说我省出品味的。再来，花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花对钱，这叫做省钱。可请问一下，花对钱在我的概念里面应该叫做投资理财吧？为什么一个懂得投资理财的人代表说他懂得省钱？按照你的逻辑，全世界最省钱的人是谁？巴菲特，他超会投资理财。所以。下面讲到马维维问的观点，其实我们认为省钱并不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省钱是什么？所谓的省钱是今天你买必要的东西，那叫做省钱；你买不必要的东西，那叫做不省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省钱很简单，因为你不花不必要的开销。可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个事情，翻译一下周帅刚才的话：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是必要的东西吗？水必不必要？必要。可是请问一下，你喝水有多少快乐？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你喝水、喝必要的东西是喝不出快乐的。可是如果你花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例如鼓励多燕麦牛奶。你们今天是要帮我们把赞助商都得罪光吗？例如雅哈咖啡，虽然你花这个钱买不必要的东西，可是问题你花得快乐。所以发现没有，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东西。做人要不要快乐的活着？当然要。第2件事情，我们谈什么东西？我们谈到底做人要不要有兴趣？坦白说，一个省钱的人根本不会有任何兴趣。为什么？因为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自然舍得在这个东西上面花钱。如果你对吃的东西有兴趣，你必须要对吃舍得花钱，不要只追求吃得饱。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美食家。如果今天你对穿的有兴趣，你自然要舍得花钱，不要买5分铺的店，买美特斯邦威。如果今天你对车有兴趣，不要省钱，每天搭德士，买狂转炫富，天搞不好你下一个就是一个赛车明星。所以发现没有，一个人要在自己兴趣上投资、有成就、享受，首先你得懂得投资花钱，而不是一味省钱。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一样？是在于我们舍得花钱的方向不同。有些人舍得在辩论上花钱，成为了陈永开；有些人舍得在唱歌上花钱，成为了吴莫愁。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我们身上所有花过的钱一一摘掉，花过不必要的钱一一摘掉的话，首先你得摘掉我的帽子，再来你摘掉我的衣服，不要想象，再来你要摘掉我一生辩论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生辩论的功夫是我花6年时间自费打比赛比来的。最后。你要摘掉什么？把我这个人给彻底摘掉，因为我之所以来到奇葩说，是因为我花钱飞过去新加坡报名面试得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我身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摘掉，请问一下，我是谁？不是谁，我跟动物一样没有区别，因为我只靠必要活着。所以做人不应该像路边的树一样，它虽然做得很合格，可是它们修剪成一样。做人应该要活成自己的特色，这才叫做不一样的烟火。谢谢。2个观点，永泰今天说了2个观点。第一，他认为省钱的人是不会有兴趣的，省钱的人只用必需品的。就是能不喝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能不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能不出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什么事都不做，不会想要有任何东西。这样我问大家，世界上会有省钱的人吗？谁可以省钱啊？完全不吃不喝，只用必需品过活的人才叫真正省钱的人。那世界上哪里可能有一个有省钱的人？省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比你们那些不是你们有一些比较会花钱的人，更懂得用钱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对方今天第一个问题。第二，他们说所有的快乐其实源自于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换回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才叫真正的快乐。所以周老师要去买 Michael Jackson 的卡带，真是有一点年龄了，是卡带。然后永泰要自费去新加坡打比赛，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要从不必要的东西才可以换回来的，不是所有的满足都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这是不懂得省钱的人才会有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知足嘛，他们的快乐源于外面的事情给予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今天不开心，我不满，我就去买一个包；明天我不开心，我就去买另外一个事情，就又一直用金钱堆砌，让自己感觉特别爽，特别有饭。但是懂得省钱的人会在自己既有的事情里面寻求自足感。为什么这一种自足感不是一种快乐呢？懂得尝萝卜的鲜味不是一种快乐吗？一定要鲍鱼跟龙虾才叫特别好吃吗？懂得鸡肉的鲜味不好吗？一定龙虾的肉才是肉吗？所以说，省钱的人会有省钱的快乐方式，当然想要豪爽花费的人有豪爽花费的方式，所以没有所谓的不必要才可以换来快乐，快乐的事情在必要的条件下也可以换来，这是第二点。第三，我这时候要推广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各位，这是一个需要酝酿一下感情的点。想不想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呢？想不想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富豪呢？想。告诉你，我们只需要培养一个事情，叫省钱。为什么？你想一下。省钱的人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省钱，所以他每一样他花出去的钱，他一定要花得值得。我上课，我缴了学费，老师你不来教书，我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补课。我是来读书，我是来缴学费上课的。一般不省钱、没有这一方概念的学生们觉得，哎，老师今天没有来上课，很好，我们可以去看戏。不好意思，我缴了学费，我是一个省钱的学生，请你教书。我去看戏打瞌睡，不可能。电影费我已经花了，爆米花掉去地上3秒之内我要捡回上来。太可爱了。吃剩最后一粒米渣。因为我用省钱的方式，我不可以让自己不浪费钱。你看，我上课，我听课，我看戏，我会懂得欣赏。我去旅游，绝对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路边的风景我要会欣赏，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我要会懂得，动物园每一个动物我都要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可能？对，动物园每一个动物都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可能值回我的票价？你看，省钱的人在省的时候学了多少东西？你们这种不把钱当一回事的时候，浪费和错过了多少东西？这就是省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再来，有毛病想要解决，省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今天打定主意要减肥。我拿一笔钱去健身房给一个健身教练训练我一定会把自己变成像就我挺好薇薇姐一样降瘦，我才可以走出健身房。我花了这笔钱，我还胖着出来，我还是人吗？那你进餐馆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我花了钱在里边吃了饭，我要瘦着出来，我还是人吗？所以你们看，我吃多少我就长多少，一点都不浪费。这种吃了看不出来的，不就是浪费钱吗？所以省钱这样东西，培养了我们积极上进，同时让我们每一笔钱花得更值得。为什么不省呢？所以我们说嘛，省钱可以省出好青年，抠门可以抠成变豪门。谢谢。太棒了！太有心机了啊！这边是谁？马薇薇小姐。花溪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就是省钱可以把你省出品位，省成贵族，省成皇族。听到大家内心一定是抗拒的。我告诉你们，那轮奇袭，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观点非常之抗拒？你知道，真正的贵族，真正的王室，穿出一件你以为朴实无华的黑白灰的套装，他之前要买错多少件衣服？之前他们家要花多少钱请礼仪老师、服装师？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仆人在伺候他，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仪态万方的出来扮豪门，有品位。所以品味不是省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明白了吧？好，第二个点，如今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不是省钱，是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你都要珍惜，发现了没有？所以按他这个观点，一个超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我这已经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去买珠宝了。我每天在家擦拭，我保证我买的每一颗珠宝全部都有穿戴在身上过，而且每一张都拍照发微博。你能说这样一个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是一个会省钱的女孩子吗？不会，她只是一个会花钱又珍惜她的珠宝的女孩子，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了，品味和珍惜这两点都不能论证对方的观点。而如今讲到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上进，这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很同意，我们认为不省钱更能让人上进，原因非常之简单，其实就像我马上要翻译周旋义的观点一样。好，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全部都是有限的。当你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省钱之后，你第一件干的事情绝对不会买爱奇艺会员。为什么呢？因为1年198，如果我不买的话，每天都能省5毛呢。而我为这5毛付出的时间很简单呢，我看看广告90秒忍一忍就过了，或者我等它会员保质期过了，它版权保护期过了，我可以在网上看免费视频呢，对不对？你看起来你好像是每天多省了5毛，可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你对你每天休闲娱乐时间的定价是多少钱呢？5毛。所以，当你老板让你加班的时候，你说老板，我想回去娱乐一下。你老板说你娱乐时间就值5毛，我给你5毛加班，你明白吗？
己剥削你自己呀！你把你的时间看得不值钱，谁会把你这个人看得值钱呢？好，当你把你的时间看得超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花时间在省钱上，你会花时间在干什么上？投资自己上。你会花一些超没必要的钱，比如说本来你可以自己在家买个推子自己剃头嘛，对不对？因为我发型不好不犯法呀，对不对？省。OK， 好，我可以不用护肤嘛，我长得不美不犯罪呀，对吧 ？OK， 我这个时候也不用健身呐，我胖我自豪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人，在应聘的时候他会超吃亏，明白吗？你们面试任何公司进行任何岗位提拔的时候，老板会问你有什么学识，会看你长成什么样子，衣着十分得体，甚至他还会看你去哪里旅没旅过游，有什么见识。但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在提拔你之前会问，哎，你在家省钱吗？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以血汗工厂为理念，它都会尽可能让员工生活的舒服。谷歌、微软、苹果给员工都是尽可能的提供他们福利，让他们能够享受，而不是让他们在公司勤俭。一个一卷册子都要跟员工计较的公司说，每次只准用3格，你觉得这种公司有机会上市吗？所以你明白吗？人省则不能发展，企业省则不能上市。你今天会紧张吗？当然不紧张啊。你太太在后面。他一般一出现，战斗力翻200%。首先，薇薇姐刚才说人是要投资自己的，当然了。我们一直都认为人要投资自己啊，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投资自己，并且投资对地方，那个叫真正的省钱。我们的省钱是眼光的，我们看得远一点。今天投的1万，明天在工作中能够创造10万的价值，这就省了9万呢，这就在创造财富。薇薇姐刚才说的那种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这种区分有巨大的问题。你们说的利润的根基在这里，必要非必要，其实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一旦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件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必要。比如说，我出门衣服是必要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件衣服必要吗？不必要吗？发现没有，分不出来。我真的必要这件衣服才能出门吗？没有。我们人生中买的每一碗饭、每一杯水，没有必要的，这是区分不出来的。区分真正的省钱在于眼光，我们要看多远。我方刚才花溪和如今讲的都被薇薇姐刚才肆意的歪曲了。花溪说的品味，不是说那种豪掷千金的品味，是我一生只买那么一件。我们说的不是贵族，说的是绅士。绅士不一定很有钱，但他很有范儿，他的每一点东西精益求精。如今刚才说的，我花的1分钱要花的值。我们说的省钱不在于不花，而在于一旦花出去，我一定要值回票价。好，我来讲讲看，来点有营养的东西。我自己的观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钱是什么呢？钱是一张纸。一张纸有什么意义？不能吃，穿的话面积也有点小，不好挡。这张纸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省不省钱的关键在于钱背后的资源，钱换来的资源对我们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说要不要省钱的本质是在说，对，要不要省资源。可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个地球上，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一共只有40到50亿年的时间。好，当大家觉得这是鸡汤，觉得很耸人听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冷静一下，听一下我接下来以下的这一组小小的数据。现在这个地球上所有探明的石油储量，按今年的开采速度，40年就挖完了。煤炭是70年，天然气大概在100年左右。我们用了30到40亿年累积的所有的化石能源，我们人类在几百年、200多年工业革命就烧完了，这些东西烧了就没了，石油烧了就没了，要不要省啊？我们是要为自己省吗？人有时候一种错觉，我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钱就是我的，钱所能带来的所有的享受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谁也管不着我，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弱点。
不是这样，人同时还是整个漫长的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稍微不要那么狂妄，我们稍微卑微一点。我们今天说啊，不要省了，买车买大排量的，烧油多一点没关系啊。哥有钱呢，有钱任性呢，我就烧大排量的，油烧一滴就少一滴啊，烧完了就没了。那你说要不要省呢？地球就那么大，我们今天要省，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省，为这个地球省，为这个后代省。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说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的是换来的爽。对方一直在说要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让自己多爽一点，要让自己多爽一点。其实说得很对，人嘛，开心一点挺好的。我想给对方一个忠告是：钱嘛，那张纸无非是所有欲望的外在凝结。我拿着它为什么爽？它能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我想吃好的，我想喝好的，我想住大房子哦。满足的都是欲望，而又不省的时候，人就陷入到了身边无数欲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是我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省钱的本质倡导的是一种克制欲望的价值观，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不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谢谢。依然是一个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反方哪位？好了，这到我了，只剩下你了。真的假的？好，那我就先讲一下。其实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在学校，我教书，在家里面跟朋友之间，我是大家心目中那个最不会省钱的人。然后每个人都 take me for granted。就是说他们就认为曲老师一定最爱花钱，所以到哪儿都我出钱。我跟我家人出去，我跟我妹妹出去的时候，我一定掏钱，因为我如果不掏钱，她说二姐，我有2个小孩，我要养家，我们还有房贷。我先生这个月的钱都房贷付完了，所以我就会出钱。我跟我姐姐出门的时候，她永远只带零钱包，就5块1块，她没有钱，因为她说你赚的比我多，你现在比较有成就。我跟我弟弟和我弟妹出门的时候，我弟弟有钱哦，有的时候他想吃鲍鱼哦，我们说好，他说二姐请你吃，结果每次账单一来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然后我妈妈一个眼色，我就说好吧，我出好了，因为他有老婆，他们未来要生小孩，等等等等。那我到学校去教书，想说跟年轻人相处。也许学生出去吃饭我会 go Dutch 吧，才怪！我教书教18年、19年了，每次跟学生在一起，一定我出钱，出久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出。一个5块钱的冰棒也我出，10块钱面包也我出，每一次我就不自觉我就要拿钱。那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来，有一个人请过我吃过3次饭，他请完我吃饭之后回家痛哭流涕。我说妈妈，这1年来终于有人请我吃饭了。我妈说是谁？我说康永哥。真的。虽然我都有在花钱，可是我要说，我赚到了什么？我赚到了我跟我妹妹的亲情，因为我妹妹很少回台湾，然后我大概1年看到她1次，然后她带她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呀，她回来2个月陪我们暑假，每一餐我都要请，为什么不请？那跟同学之间。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有好多好棒的故事给我，为什么我不花钱？我得到了好多陪伴，好多的温暖，好多的温度。我花这么一点点钱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省？那另外一个讲的是说，其实钱未必是花钱，我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你知道我买到什么吗？你知道最近这10几20年来我买到了什么？我买到好多2手玩具。我在纽约。我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我在纽泽西，我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看到这2手娃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那些娃娃破娃的身上或旧娃的身上，我看到另外一个我，然后他们让我有怜悯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我有 feel， 我不是一个冷漠冷淡的人，所以我花了这些钱，我得到好多关怀、好多爱，就像同学们给我的一样，是陪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需要省钱，把钱花在你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能够带给你快乐的地方。谢谢大家。来吧。好。哎呦。首先，我觉得呢，你们今天真的污名化省钱这2个字了。省钱不代表不花钱，对吗？省钱也不代表呢抠门，或者是呢我就要躲在家里做一个宅男宅女，或者躲在树上不动做个树懒，或者是我就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做任何创新的人。省这个字其实很美好的，省叫做珍惜着花，精准着花，抓对方向花，好好花。所以我想告诉曲老师的是，
我特别爱我妹妹，我完全理解你跟你妹妹那种情感。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跟我妹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即使我不请她饭，她还是我妹妹。她喜欢跟我聊天，我们可以一起谈心，我们姐妹相处的时光跟我花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对吗？我也要告诉大家，徐老师的很多的二手玩具特别可爱，每一个都有历史意义。他可以花钱去买，但他也可以跟人家交换。交换的朋友送他的，跟他花钱买的，带给他的意义是一视同仁，一样美好的。所以，美好的记忆跟宝贵的回忆，不代表必须乱花钱，对吗？我想说，康永哥花了大钱请了一桌菜，请了曲老师吃饭，你印象深刻，感动莫名。那是因为康永哥是一个精准花钱的人，他请对人了。他今天如果请的是陈汉典或者是 S， 他们不见得一定会记得这么清楚的，因为他请的正好是一个从来没被人家请过客的许家瑞，所以他会记一辈子。所以，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同样是花钱。省钱的花法是花对方向、花对人，而且花对时间，花在刀口上。马东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有车有房不如什么？有范儿。所以有范儿不等于有车有房，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得花钱才有范儿。今天我花一样的钱买了这个谷粒多，对不对？燕麦牛奶，它可以让我吃了只饥饱饿，又可以精神强健，而且骨骼强壮。如果它能让我带来这么多好处，这个钱没白花的。但我如果花一模一样的钱去买了一个对身体一点都没有益处的碳酸饮料，它让我长了肥肉，没有长任何的营养，那个叫做乱花钱。所以买这个叫省钱，买那个叫乱花钱，这样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实实在在、非常肯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本人从跟黄国仁谈恋爱到现在，我所有的纪念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七夕，所有礼物，通通要求不花钱。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不花钱才能证明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如果他可以花钱解决你，那真的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貂皮、钻戒、洋房，女人愿意努力，咱自个儿也挣得起，也买得到。就算买不到吧，我们有时候也不屑你们用这些来买卖我们的感情。但是如果当他不能花钱的时候，他该怎么做呢？第一年他写了一首情诗，第二年他写了一首情歌，接下来他把情诗加情歌写了一本小说给我，然后他开始买很便宜的色纸，然后呢那个色纸呢还是跟人家说呢，可不可以给我一包色纸，因为我是黄古人，是用要来的，然后把色纸剪成一条一条，折了3650颗的彩色星星，这些都不花钱。然后他可以告诉我说，老婆，那么今天呢，我帮你按摩10天吧。今天我跟你呢定下一个约定，这1个月我们每天都约会1个小时，聊天1个小时，这些才是我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省钱，我们把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在家里找饭吃，我们就不用陪他了。如果我们今天花钱可以把父母送去老人院，我们还需要陪父母孝顺他吗？如果今天可以花钱解决的女人，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陪她。我只讲这一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心里，这跟胜负无关，跟投票也无关。但我真心想说的是，各位，让我们省一点钱，多花一点心吧。让我们省一点钱，多用一点爱吧。这世界上所有宝贵的事情，很多都不用花钱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谢谢大家。辩论的2个基本手段，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找到自己啊！今天我们都见到了。我让秋晨把话说完啊。我先说一点，乃馨姐姐，我觉得有一点不对，你不能拿你自己爱情中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家人是什么都不缺的，不缺钱，所以你会觉得别的东西更加珍贵。可是对于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最缺的就是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男生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去换了女生的一个发夹，然后女生把他最宝贵的头发去换成了一个表带，结果他们全部交换掉了。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送出去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不可能叫做什么。
这就是不什么，对不对？最珍贵的东西都给出去了。你把那什么劳驾什么一下，我什么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省，省这不能叫节省。啊哎呀妈，对不起啊，我湖南人有点后鼻音分不清楚。这不能够叫做节省，这绝对叫做舍得最珍惜的东西。好。对方真的非常非常的狡诈，在他们眼里，有人是不省钱的吗？有人是不省的吗？没有，因为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投资了自己，花在别人身上就投资了感情，然后换回了值得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值得了，也是你所谓的省了，对吧？然后就算是浪费了泼出去的水了，好歹也增加了 GDP 呀，我为全世界省了钱啊，在你方眼里还有什么是不省的吗？没有。不，各位弄清一个概念，我们的钱总是要花的，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什么样的对钱的态度。那块钱在那儿，你要留下来，要尽量的留多一些，这才叫做省钱。而如果你要是把它换回了更好的东西，以及赚了更多的，那不叫省钱，不要再混淆概念。谢谢。好，郑晓。其实我刚才觉得对面说的很对，我觉得自我投资很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一个值得你少花一点钱的理由。我从小也是被我妈单亲家庭带大的，但是我从小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家没有钱过。我妈就以前也是拉双眼皮儿啊，各种买衣服，你们知道吗？但是直到有一天，她知道她需要在我身上投资的时候，她开始省钱了。包括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觉得我们家好像没有钱，包括我还啃过一段时间的老。我妈永远在我面前粉饰太平，告诉我家里面很好。包括我后来工作了赚钱了，她也没有让我打过1分钱回家。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妈说我知道你回来，我专门去买了鸡，我专门去买了牛肉。我想说平常我不在家你们都不吃的吗？这个时候我在看我妈的衣柜，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她已经好久没有自我投资过了。他把钱全部投资在我身上，他一直在省，所以说我现在我赚了一些钱，我还是很爱花钱，但是我觉得我妈成为了我一个少花一点点钱的理由。我想省一点点钱，这算不算一个好的改观？我每个月当我打那么一点点钱，我知道我要省这么一笔钱出来不能用的时候，我把它打回家，但是对面也说得很对嘛，我还是要保持我朋友的豪爽，我还是要请你们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会少花一点点，我把这笔钱打回家。当我收到我妈那个短信，儿子钱已经收到了的时候，那1分钟我觉得我自己无比的自豪，无比的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让我少花一点点钱，让我省一点点钱，那为什么不要呢？人生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但我认为爱是无限的。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省一点点钱，却让我妈感受到我对她的爱，让我妈放心，让我妈知道她儿子过得很好，已经有多余的钱可以给她了，我觉得太值得了，省这一点点钱，朋友们。你的这个动情点出来了，我一定得让那个让你妈妈来跟你说说。今天对面3位都给我灌鸡汤，咔咔灌的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真的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潇潇。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人呐，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这是一种刺激，这是一种力量。我记得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他非常的穷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啊，不是特别有钱啊。对，他从什么时候让我认为他开始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时候，就是现在最近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顿顿饭都是他请的。你害我被绑架呀你！他顿顿饭都是他请也就算了，他还到机场来接我，还叫他的朋友到机场来接我，拎着我的箱子送我去吃饭，买完灯后直接把我送到大兴来。我天哪！他跟我说：“甜甜，不管怎么样，说你对我来说还是个女孩子。”我作为一个纯爷们儿，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带双手？你的手得短，不能带双手。我请你吃饭。啊，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啊，原来潇潇从没有钱变成有钱以后，整个人生态度都已经变了。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他在我身上算乱花钱吗？算浪费了吗？我觉得挺浪费的呀。你省了吗？是不是？你没有省钱吧？你有没有省钱？你现在告诉我。好，
有一天我就说，潇潇你省着点嘛，我求你了，这钱啊，万一哪天咱不红了以后，你赚不到钱怎么办？他说不，范甜甜，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要穿12000块的 T 恤，我要拼命的赚钱。因为他不会省钱，所以他会变成更会赚钱的人。对我来说，你现在因为不会省钱，成为了更加优秀的人。好，谢谢大家。一场真正的辩论，如果不能过渡到人身攻击，我觉得是一场没有必要的辩论。吃不到我请的饭了，范甜甜，好吧？我真是为刚才甜甜姐那个激情四射的语调背后的逻辑感到担忧。你刚才所有的观点，秋晨都已经全部反驳了，你因果倒置了，不是因为他会省钱他才会赚钱，是因为他终于开始赚钱了，他没有他之前那么省了。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我劝大家省一点，原因只有一个，6个字，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啊，大哥，你傻呀？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万一疾病呢？车祸呢？你哪里有钱？你今天有多少花多少？你今天买1万的 T 恤，你今天全部我是说万一，如果你的未来发生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做一点打算嘛？所以我们之前稍微省一点。对方说有没有省？当然可以省啊，买2.0的车，买4.0的车，我选个2.0的就是省啊。最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建议告诉大家，这一件真事，因为我老婆今天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得说一下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年情人节，我给我老婆买了99朵玫瑰。武汉的物价比较便宜，情人节头2天订的，所以只要488块钱，买好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我拿了之后我就送给她，我说99朵玫瑰，开心吗，老婆？她手差点就上来了。我想抽你，你情人节买这么贵的花，但是她马上脸上就绽放出了笑意。一个智慧的妻子的做法是，她掏出了手机，然后特别温暖的给她的爸爸，也就是我老丈人打了一个电话，爸，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给妈买玫瑰花呀？然后他爸说：“哎呦，工作很忙哦，今天2月14号啊，情人节，那我没买。爸，不要着急，我跟陈明呐，给你买了99朵，只要998块钱。”你知道结果什么？我们当时住在他爸妈那里，回家之后花还是摆在那个桌上，然后他爸给了他1000，还不用找了。他妈妈超开心，因为他爸爸寄的玫瑰，他爸爸超开心。他超开心，我也超开心。哎，你这么出卖你太太合适吗？你第2天我们就跟爸妈讲了，他们虽然一直在笑，可是笑得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为什么？真正的爱，动心一点，一省出来都是幸福啊！谢谢大家。来，周学义，真的，首先我真的不想说任何个人的事情，这不能够去讨论我们辩题作为一个证据。然后我说你那个事情吧，你们家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买了那个玫瑰花，而不是没有买那个玫瑰花。很简单一点。那么刚才陈明讲的说因果倒置，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问题。就是陈明认为我们要有了钱，我们才能够去有了钱我才能够花钱。可是我告诉你不对，刚才陈明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我必须要反驳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们不能够传播错误的信息。刚才陈明说，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地球上的石油多少年会开采完毕。我告诉各位，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的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错误预言，这是传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70年代人预测石油大概几十年就会花完了，然后呢，过了8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9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现在我们又发现有新的技术了，我们还能再多花几十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定论是，我们不知道石油什么时候会花完。为什么？因为我们投资了新技术。省钱永远只能是坐以待毙，花钱才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明天。讲完了，谢谢。好吧，我们现在看看正反方投票哈，50比50，刚好，而且跟前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讨论到这儿，然后我们请这个各位从女神开始，这个女神。我觉得我这平时是一个就是挺善变的人，对，然后尤其来到这么严肃的辩论节目，我真的特别就更加善变了。你指的是变化的变还是辩论的变？现在有一点变化。对，之前是觉得省钱是该省钱，就是，然后有机会再花呗，或者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是现在这边太狠了，对，然后我可以。所以你决定叛变了？我可以叛变吗？可以啊，可以啊。所以
我选择叛变。叛变了一个，对呀，您怎么办？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呢，我听了半天，我应该站在中间。啊，半叛变，对，一半一半，我站在中间，因为我的理由，在96年的时候，因为我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我在北京的时候坐着飞机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师傅做旗袍最好的老师傅，他年纪很大了，过2年他就做不了了，我就想让他多我做件旗袍。那个时候我挣钱挣的不多，我拿了我很多钱到上海做了30多件旗袍。全部手工制作。有一天我会做展览的，做下来以后，然后我就拿着旗袍，我的姐妹们说：“你干什么呀？这旗袍干嘛看吗？”我说：“不，我会穿的，但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穿。每一有 party 让我穿旗袍，但我每一件旗袍保障非常好。96年、06年、16年、15年、19年以后，当我的脱口秀上台的时候，我穿的所有旗袍都是我96年做的。与其说是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保持身材，不，我没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的旗袍保持的身材。女人的欲望特别简单，别人说，哎呀，金老师个舞蹈家，为了身材啊，呸，没有，我是为了我美丽的旗袍。金老师，这就叫做省钱啊！所以说，听我讲啊，对啊，但那个时候没有省钱啊，别人说的，你干嘛拿那个钱做那种旗袍？你没用啊。那个时候起一件旗袍3000到5000块钱一件，哇！我投入进很多钱，3000块钱、5000块钱一件旗袍啊。但是你听我讲，那个时候我没有省钱。现在我穿着我的旗袍站在我的脱口秀上的时候，我一件服装的制作费是2万块钱一件衣服。就是你把这2万揣兜里了，当然了，穿着自己的衣服，我穿我自己的衣服啊，我也不知道我省了还是没省。省了，但是对当初那个时候，在别人眼中我是没有省钱，没省啊，这是对的。所以说我这个故事案例呢，就是一半一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会穿这个旗袍，但是我特别同意那个如今的观点，为了这个旗袍，我坚持我的19年体型不变，它让我变得很严谨。很上进，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观点说我应该站在中间，因为我知道康永哥会有好多辩论，完了以后马东这边也是辩论，所以我就把我的势力跟大家说，最开始我是不省的，因为我要为我的激情、为我的爱去投入，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但为了尊重我的激情和爱，我坚持了19年保持体型。当这个爱最后呈现在电视屏幕前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投入3000块钱，最后我赚回2万。叛变了2个，没有在中间。哎，这是女人心海底针。康永哥，您先说，我先说，你决定。那我先说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个法官大人变成了一个辩手，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那个，我给大家讲讲金星老师的故事。其实我跟他一样，我特别想回到这个中间的位置上来，我不太想讨论该省钱还是不该省。好，叛变了哈，来。他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买的，因为人家不卖。他花在这套房子的房租的钱，每年够你们买房的。我说的是每年，所以他不是个省钱的货。他是作货。20年前你们花不出那种钱的时候，他花得下去手，他是个作货。他今天也绝不是为了省那2万块钱一期的服装费，他是嘚瑟。他不穿那个旗袍，他无法说服自己。我觉得这件事儿跟他的省钱和不省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是我对你背叛的一种惩罚。但是按我们今天的题面是说，该不该省钱？那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的人，应该是有钱的人。那么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拿来做讨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比如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李嘉诚。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不大哈，就是
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带一块20块港币的电子表，你们肯定也都听过。然后我们说李嘉诚是一个多么勤俭的人，所以他才成为了首富。这是报道里面的宣传口径，我真的特别想跟这个记者说你是猪，因为李嘉诚绝不是买不起任何一块表，也不是为了省钱才戴20块的表，他是没必要，因为他即便戴一块金砖在手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选择的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我有这块表，看时间就够了，况且他还有6个秘书。他可以回头说几点啦？9点40。他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说的那种，他在电梯里放个屁，立刻就有人会说我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他买不买得起表去衡量他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省不省钱去衡量他。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去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买东西要不要省钱，过日子要不要省钱，我们题目是做人要不要省钱。女儿她考得非常好，上学啊，高学历的女生，这个时候她去做全职太太了，那其他阿姨怎么讲？哎呦，你看。这考上那么好学校，还给人家当太呢，还在家擦地呢。这时候他找到了一点点平衡。这句话是这么来的：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逐步的是培养我们世界观的过程，和把我们整个结构这个世界的方法在拔高的一个过程。真的无所谓你学到了什么知识，也无所谓这些知识在以后派没派上用场，派上了哪些用场，因为本质上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女性不应该因为她选择了任何事情而被贴上浪费的标签。她选择了高学历，她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她自己的快乐，没必要被对面的各位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浪费。米歇尔·奥巴马，他也是高学历，学的是法律，现在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在白宫的小花园里种有机蔬菜，对不对？身边很多啊，就高学历的妈妈们，她们在家里每天下午有姐妹的下午茶，她们讨论啊，这附近这个城市里有哪个教育机构我可以去投资。学经济的家庭妇女，她可以在家里帮助她的老公打理财务，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不是你在外面赚钱就能够定义人家的一生。谢谢。非常好，东方，你看。其实我尝试理解一下他想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这个定义走下去，人生没有浪费。我把肉包子丢给狗，这是我的选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我把钱给烧掉，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到最后，人生有什么东西是浪费的？每一个东西，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们的世界里面没有浪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方告诉我方说这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苛责我，那是因为您方有一个误区，你以为你读了高学历回去养孩子，做一个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公公，是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金钱吗？不是，你还浪费了一种东西，叫做别人的机会。什么意思？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高等教育都是相当稀缺以及有限的资源，甚至学历往越上面攀到硕士，攀到博士，那个资源就越稀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成为所谓的高学历女生或者高学历男生，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被淘汰，成为所谓的落榜考生。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每年有多少个人高考落榜？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有多少个人？仅有多少个人读上硕士跟博士？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当初我把机会被你抢走的时候，坦白说，我只能够认，因为你比我优秀。国家把钱投在教育资源里面，是希望更优秀的人为国家贡献。结果你读了高学历，你只想贡献你自己的家里。亲爱的，
你只想贡献你的家里，可是我想贡献国家，我想贡献社会，为什么你不一开始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嘞？你把它用了，结果你跑过去奶孩子，请问一下，你难道就不能够说你一声浪费吗，姐姐？所以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笑什么？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你还是叫阿姨比较那什么一些。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你去上厕所，你比我先冲进厕所，我认了，我不抱怨你，因为你之所以比我先冲进去，代表说你比我更需要拉嘛。可是请问一下，当你站这茅坑，结果你奶孩子的时候，你认为站在茅坑外面的我该怎么想？你慢着，你这个情境太错了。什么站在茅坑奶孩子？你在别的地方奶不好吗？他的论点其实很有道理啦，只是不用去茅坑了啊。所以你占了一个位置，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你牺牲了别人贡献的机会，同时你也牺牲了别人必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我们是站在茅坑外面呼唤你让，就这样。哎，最后这句话漂亮。来，上方马薇薇，哎呀，来吧。按照永开的理论，我们都在茅坑外面拿着上学的号码牌。翻来覆去讲的是杀鸡焉用牛刀啊，大材小用啊。你们物化了两样东西，就是把两样东西看成了工具。第一个叫做知识，很多人说啊，知识竟然不是工具，我接受不了啊，我的内心是抗拒的。知识真的不是工具，它不是用来我们挖金矿的锄头。一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它的本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它未必要来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明白吗？当你物化了知识之后，你会倒退到学成文武育或与帝王家的封建时代，什么专业赚钱，你就会去学什么专业，什么专业能够把你学到的大学4年的学费最快赚回来，你就去学怎么专业，最后就会完全扭曲掉我们读书本质的目的和我们为人的兴趣，这就是物化知识的坏处。第一点。第二点，你们物化了什么？物化了女性。什么意思？就是女人，你既然选择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又不需要你有高学历的时候，拜托，你作为一只安分守己的鸡，就不要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老实给老子在家下蛋。明白了吗？你认为的是什么？是任何做全职太太的人都不配求知啊！所以你物化了全职太太这份职业。2点反驳。我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行业贵贱。坦白讲，就算我们怎么样呼唤行业平等，在我们的潜意识认知里面，行业就是分贵贱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做到行业无贵贱？这个方式就叫做贵人操贱业，从而使贱业不贱，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什么意思？在遥远的中世纪，我说的不是贱业了，我说的简直就是邪恶的事业。什么是邪恶的事业？我跟你讲啊，炼金是邪恶的事业。为什么说炼金是邪恶？只有巫师才干。你们如果不懂巫师的话，看一下《蓝精灵》里面的格格巫，懂了吧？好，那个时候一个真正意义的贵人叫罗吉尔·培根，他是那个时代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修道士。哎呀，组织培养他呀，教会栽培他呀，稀缺的社会资源都给了他呀。而这个不务正业的修道士，他可干了啥呀？他去玩炼金术了呀。这不仅是操贱业，还是操邪业，邪恶的邪。结果他玩炼金术玩成了什么？现代化学的开山怪，明白了吗？没有贵人操剑业，炼金术这个剑业
根本不会形成现在的贵液，也就是化学。后来就有一个更怪的培根，这几个你们比较熟了，这个叫弗朗西斯培根。他是什么呢？他是个真正意义的贵族啊，首席长喜大臣，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啊，那真是狂拽炫酷，哪儿都炸天，比我们周邦威可有范儿多了。好，这个贵族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蹲在雪地里观察一只鸡的死亡过程。为什么？因为他自幼热爱科学，他认为实验这件事儿，他要看到一只鸡整个腐烂的过程，才能研究细菌，才能研究生物。而就是由于这样一个贵族操了一个当时奴隶都不爱干的贱业，带动了整个近代史上的科学发展。在他之后，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开始有贵族开始干工匠的活，于是欧洲最先出现了科学。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命题，在现代的家庭分工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职业，请注意不是身份，就叫做太太，而高知女性投身到这个职业里面去，有没有可能带动家政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夫妻关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伦理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男女情感学的发展？贵人操建业，高知做太太，从来不浪费。奇怪的一个角度，从山这边杀过来的，很奇怪。两个培根看死一只鸡的故事，很有意思，听的真是百感交集。两个物化，两个培根，最后是一个太太大师的未来行业的前景之路，对吧？从最后一个开始啊，太太大师这个职业，家政学的发展，夫妻关系学的发展，家庭理财学的发展，中国自古有之。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皇后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就是全职太太。中国有了几千年，怎么现在没了呢？怎么就没了呢？因为女人读书了呀，同志们。中国古时候女人不读书，当全职太太讨好男人，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未来。现在女人有了高学历，还回去当全职太太。我刚才听了，我也讲了那么多，他从化学说到修道士，从两个培根讲起，他通篇第一没有说今天的高学历，第二没有提浪费。薇薇姐讲得好，全离题了。薇薇姐说的那个观点叫推荐，懂的都叫离题。你看，推荐今天的女性试试全职太太，因为这里没准开辟一个新行业。我们今天从来不是谈要不要让一个女生去当全职太太，因为这件事我们谁说了都不算。有的女性她希望创造事业，有的女性幸福就在家庭，你自己选。我们绝不加任何道德枷锁。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个事实判断，我们实在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浪没浪费？浪不浪费的标准非常简单，第一，有了用不用？你有一个东西你不用，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浪费，就这么简单。而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投入了有没有回报？如果我投入了很多没回报，这个就叫浪费。作为一个在高校工作的老师，我查了一小组数据，这能够刷新大家对高学历所有的高学历者，也许不仅仅是高学历女性的一点认识，就是我们那个博士学位，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是自己学来的，硕士学位像自己学来的，我们总是忘了背后有谁投入了多少。今天在中国，博士生说实话，只要你是认认真真、正正式式考进去，不是破格录取，一般是不用交学费的，因为博士有助学金，1个月2000块。好，有的学校1800，有的学校1500，每年的助学金加起来是超过你的学费的，所以你交的学费就返回来了。博士是基本上不要钱的，博士读下来是不要钱的。你不是以为真不要钱？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集中，大师就那么几个，那些专业背后有多少的投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有一个实验室买了一个振动台，叫多功能振动台。多功能振动台的价格人民币1.5亿元人民币，国家投的。而在上面天天使用的那些博士们，没花钱，因为学费都还回去了，还奖学金。一个风洞设备改造了一下，1800万人民币。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每年的研究经费13亿美元。中科院高等物理研究所已经有一个计划，建一个高能的粒子对撞机。
直径52公里，30亿美元的投资，这么多全世界最顶级的设备是谁在用？就是这些导师们的硕士和博士在用，他们每天在上面研究着那些水利水电的、那些高能物理的、那些量子力学的。好，研究完了，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我们初衷还是希望你报效一下国家嘛。但是这是个自由的时代，你毕业完了，你非要回去想带孩子，那你就去嘛，导师也不能强留你。我只请你认一句，这真的是有一点浪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国家砸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去就去，你去的时候还说我去了啊，我没浪费。导师，我告诉你，我没浪费。这还是理科、工科，你考虑过人文社科没有？那些国学大师，北大、人大只有几个，每年就能2到3个博士生名额，把那些博士全带出来了，带出来辛辛苦苦带出来，博士毕业了，等着你著书立作，你就算了，回去奶孩子了。然后跟大师说，大师，我走了，我当全职太太了，我没浪费啊，你抽他呢？你考虑过大师的感受吗？大师一口老血吐在那儿了，我还有几年呢，我就带出了这么几个博士。你带孩子就带孩子，我也不拦你，非要说没浪费，有点说不过去，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是个事实判断，我们不是个价值判断。我们不是说今天高学历你要当全职太太，你去，因为那是你的人生选择，你要选择在学术的巅峰去开创你选择，别说没浪费。谢谢。陈老师，假设我读了您的博士，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干多少钱的工作能赔得起国家对我几个亿的栽培呀？说得好。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说实话，国家投入这笔的时候是希望你既然已经读到了这儿，就能在这条路上继续深造下去。当然，你要不深造，那你去也没关系。那意思就是我用了那个特别贵的设备，假设我以后万一不干这行，那我就是一定是浪费，对吧？这个毫无疑问了。那你们提出的价值倡导叫做不准转行，是吧？没有，我们没有价值倡导。你看，你又说我们有价值倡导。我刚才最后说了那么多。OK， 我第一个问题问完了。我举个例子啊，我有点。不，人家问第二个嘛。马薇薇同学，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默默，你觉得在刚才他们发生的那一段，是不是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会有？让我吃2个豆静一静。好，第二个问题也特别简单哈。请你说就是因为现代进步了，女性有工作了，所以就不爱在家待着了，是吧？不，我是说女性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啊，我知道。那么你要知道，就是北欧哈，美国哈，他们在理论上是比咱们正常的聊天吗？你能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我有点不适应。之前有人说我奇袭太凶。哦，没事儿，在我这儿。卖萌其实是我10年前的惯用计了。对女人，我更怕温柔。你今天不爱抽，你心里是难受是吧？在美国，在欧洲，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受教育程度，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远高于中国，可是它的全职太太的比例也远高于中国。所以做全职太太能不能证明文明的退步？那是因为在北欧，所有的男性的学历是更加远远的高于中国，所以男性赚的钱足以支撑他们自由的选择自己所爱。所以2个点，对方第一要论证，只要转行就是对不起国家；然后第2点，他需要论证，只要女生干了全职太太，社会就退步了。这2点一会儿你们论证一下。我只说一句话，回答一下。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从来不在女性择业上做引导，我方只陈述一个事实：当你做太太的时候，有些钱，它真的浪费了，就这么简单。谢谢。我想要先搞懂最简单的事情。当我们今天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浪费嘛，对吗？那你们到底认为什么样的女生可以做全职太太啊？是低学历的吗？是没有念书的吗？不学习的吗？是没有能力的才做全职太太吗？请问，你们不应该跟全职太太道歉吗？如果所有的全职太太都是你们认定没有接受国家栽培的，是不好吃的包子，是不高学历的女人，是没有能力在外面没搞头的，我们才只好待在家里，退而求其次或退而求其100的做全职太太，未免也太看不起全职太太了。
我要说，国家栽培人才是为了让我们做有用的人，让我们做有竞争力的位置，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更强大，在全世界有立足之地，对吗？所以各位是不是可以认同，能力越强的人应该坐在越难的位置上？所以大家才会说，哎呀，高学历啊，是不是代表你能力这么多，你接受这么多栽培，拥有这么多的资源，你怎么会去做全职太太呢？哎，各位，我正想说，因为你受了这么多的训练，你有这么高的能力，你该做更难的事。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全职太太很可能是一个比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敬佩的企业，或者是工作职场的女性更难的位置呢？如果每个家庭不顾好，我们国家能进步吗？如果每一个你们认为没有学历或没有能力，最好越笨越好，越不浪费越好的人待在家里，他能培育出好的下一代，让我们未来更有竞争力吗？让我告诉大家，我的母亲、你的母亲很可能都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要干哪些事儿？不但要养小孩、顾老公，而且呢还要煮饭、洗衣，对吗？更难的是，做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是只要做这些活儿。一个全能的全职太太，最重要的是维持家庭的和乐、全家人的和谐，跟一个男人心理的正常跟健康。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意气风发的时候可以有多骄傲吗？他很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以至于接下来他没有办法预期下一次的跌倒。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谷底的时候会有多沮丧吗？他很可能会一蹶不振，甚至想不开。也许他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好的全职太太，在男人在山顶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要小心，不要太得意；在他在谷底的时候要告诉他，我陪着你东山再起。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但要成为男人的心灵支柱，还要成为全家人的粘合剂，对吗？孩子吵架，她要负责排解；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她要做中间的桥梁。我试问大家，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人，他可以从打扫阿姨一直干到文员，还要操持呢家里面的账，还得要是会计，然后甚至他也是秘书最好的帮助者。接下来他还得要做大小事情在家中的决策，所以他应该也是个总经理的职务。你有听说过打扫阿姨到总经理一手全包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这个职业就叫做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太难了，没有能力的人干不了全职太太的。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很多人说，那么寇乃馨，你说的漂亮嘞，你学历也不错，你咋不做全职太太呢？你就叫别人做，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很诚实的说，我不是觉得做全职太太是一个浪费，我觉得做全职太太是我的目标，我还没办法办到，我还得更努力。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黄国伦站在台上领某一个辉煌的奖的时候，大家给他鼓掌的时候，我可以云淡风轻的笑着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husband Vince Huang。这是我的丈夫黄国伦，那是我的人生愿景。但我认为站在背后的推手更需要技术，要成就一个成功的男人或一个家庭，更需要能力跟智慧。一个好的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一个有智慧的高学历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她可以让每个家庭更加的美好。我们都不用谈什么伦理学、情感学，只要每个家庭都幸福，社会就不会有案件，国家就不会崩盘。所以全职太太必须有能力的人才能干。好，谢谢。最后，许佳瑞小姐。我先根据刚刚乃馨姐讲，她说当她的这个老公事业走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会安慰她，对。可是我讲的是说，一个老师的职业病，你知道吗？他一定会站起来走到与其我在家里两个人哭，两个人得忧郁，再安慰她 ，Come on。徐老师高学历，我出去工作就好了嘛，我来赚啊！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安慰他？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处理问题，我就出去了，我不需要在家里。这个时候，因为我高学历，我可以帮助我先生 ，Why not？ 然后我觉得女人要做自己。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一切，而且不管任何学历，我先讲无学历好了。我们家附近一个市集，一个菜市场，每天门口一个阿婆在卖菜，她没有念过书，她结了婚，也有家庭，也有小孩，也有孙子，但她每天就是要出来工作，因为她说那是她热爱的。然后讲一个低学历好了，我住的那个大楼管理员是个女的，她也是60几岁了，也有孙子孙女，她只有小学毕业，也不是什么字。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出来？她说我就要出来，我要找到我自我的价值啊，她都懂。那我说中学历好了，一个高职生，我的化妆师小曹，
你说怎么样？他学化妆，他也可以待在家里，可是他说不要，我要出来。他说我要做个造型师、化妆师，我要帮你化妆，那是他自己的价值所在。那讲高学历好了，你想 Amazon、FB 他们的 CEO 这些女人，一天可以赚20万、40万、50万人民币，她为什么待在家里？你觉得他们把家治好吗？他的钱足以请6个保姆、8个司机、5个佣人帮他治理这个家，帮他照顾先生，帮他照顾小孩，帮他照顾一切。他是有这么大的社会责任。他为什么要待在家里？那真的就是浪费，而且他辜负了整个社会公司对他的期待。OK，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全职太太定义是什么？她是一个大管家。其实刚刚乃馨已经讲了，我觉得她要侍奉公婆，她要打扫、补习、照顾孩子，还要教导孩子才艺，每天要接送。如果生了2、3个小孩，我还要做这全部的事情。我要帮小孩辅导作业，帮他洗衣服、烫衣服等等。可是如果今天是高学历，你觉得我做得来吗？当然做不来，因为我当时不是学这个的，我要从头学起。我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可是我最后会搞得焦头烂额。我每天心情很糟，看到公公婆婆，我可能会愤怒、会发怒，得罪了公公婆婆，然后弄成一个黄脸婆，等先生回来。他在公司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回来再看到我，他只想跟我吵架，只想躲着我。可是我就觉得说，老公你陪陪我，陪陪我吧。他根本不想理我，对于我是不是一个浪费？当然是。所以，女人不要小看自己浪费人生 ，OK？ 谢谢。谢谢。包你。我要讲，就是其实高学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有点误解。我们觉得高学历是一碗水嘛，就是我水滴石穿，我念了很多年书，最后攒了这一碗水。这碗水我没有泼向那块菜地，我就浪费了嘛。其实我觉得高学历是帮你打了一个碗呐。高学历其实培养的是一种你学习的能力，一种终身要学习的一种精神。这个碗至于你要来装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谈，不吐不快，就是这边我们有2位台湾的朋友嘛，想跟你谈谈我们大陆女性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我有一个20岁的小女生朋友问我说：“邦妮，你觉得我们中国女性的地位高不高？”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她，因为我们49年之后，我们的这个平权运动把女性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解放女性出去工作，我们要妇女要顶半边天嘛，就是强行拉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感觉我们地位是高的。但我要想问第2个问题是，我们中国女人累不累呢？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女人出去工作了，但男人并没有回归家庭。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内核还是很保守传统的嘛，我们认为一个女人获得了所谓的幸福就是你的成功。一个男人获得了成功就是幸福嘛，所以说女人，我们的事业女性，如果你还有个家庭的话，其实你就打了2份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正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这么重要？就是告诉所有丈夫，你的太太其实打了2份工，她还额外做了1份工作，你要尊重，你要感谢。我们只有正视这部分价值的意义，才能呼唤更多的男人愿意回归家庭，去做那个全职丈夫嘛。然后最后我想说2句话，就是如果说有人用家庭牺牲、奉献、付出这东西来绑架你，说你一定要去当个全职太太，你不要上当，他在放屁。同样，有人如果跟你说实现自我、独立、自由，用这种价值观来绑架你，让你不能让你去当一个全职太太，他也在放屁。你不要上当，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大过你的生活，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能绑架你的自由。你是一个女人，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你怎么舒服怎么活。谢谢。来，笑笑。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听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觉得高知女性当全职太太浪费的不是她的学历，是她的才华。她能读到一个很高的学历，至少说明她不太蠢，她有一些才能，对吧？那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台上坐的所有的女生，没有正在就是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当全职太太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全职太太会消磨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你没有办法再投身到你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中去。所以说，真的，我倒希望所有的那些高学历女生全部都各司其职。马薇，你法律系高学历，你就去当你的律师；甜甜，行政管理，你就去做你的行政管理。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学双语播音的，我觉得我的学历本来在娱乐圈真的是如鱼得水，结果我一来到奇葩说，我成学历最低的了。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康永哥刚才多伤人，先问有没有博士，再问有没有硕士，我以为下个要问有没有本科，我手都准备好了，他不问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所有的高学历女生，像薇薇、像甜甜，包括像邦妮，她们这些有才华的女生，她们都去当全职太太，我们看不到奇葩说了，我们看不到她们的能言善辩了。所以我觉得高知女生真浪费，别来跟我抢饭吃，烦死了。
不仅不当，哎，他们最可恨的是，不仅不当全职太太，他们还搞跨界，气死我！艾丽啊，这不行了，已经。我快憋死了，然后我一定说，我第一呢，我主要反对就是因为你之前怎么样了，所以做什么就是浪费。这观点我特别讨厌，是因为我是新疆人。很多人说，哎，你新疆你怎么不会跳舞？你怎么不去当舞蹈演员？你说你浪费了你多好的基因啊！你们天生就应该这么去做。我说我真跳不好，我一唱歌全部都要死，你知道吗？所以特别抱歉，吴莫愁，那个你的歌我给你 rap 一下。我一唱歌，大家也全部都要死，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因为怎么样就会浪费，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我一个朋友。2个博士学位从美国学回来，现在在北京某个 club 当 DJ 啊，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也太浪费了啊，还浪费了美国人民的钱啊。但是无所谓啊，他自己是主动选择的，这件事儿就不能算浪费。而且我们作为外者就更不能说他浪费。最后我再说一下关于高学历的事儿，大家知道高学历博士英文中叫做 PhD。Doctor of Philosophy， 任何专业的博士都是这个，新闻学博士也罢，哲学博士也罢，法学博士也罢，所有博士全部都是哲学博士。什么意思呢？高学历的人，他的学问是相通的。大家不要那么瞧不起高学历的人，大家不要总是觉得高学历就家务活干不好。我们选择这个想干好，无论是全职老公还是全职太太，我们只要愿意，永远不是浪费。非常感谢，谢谢。最后一个机会，陈明说吧。我就是把这个题目再踏踏实实的给他说清楚。艾丽，你是一新疆人，然后今天你不会跳舞，这一点都不浪费。可是你之前花了10年的时间用来学跳舞，跳的还挺不错。但是今后这辈子再也不跳的话，如果是这样，有点浪费。但像金老师这样，那就不一样了。金星老师，而且，听我说完。金老师用了他所有的精力，成为了之前是中国现代舞之父，现在是中国现代舞之母。我跟你讲，在任何情况下，回不来了。不，言不说完了，言不回来了。金老师就是中国现代舞的父母。今天。对吧？听我说完。今天如果金老师今天就站在这里告诉我们各位，我这辈子以后就不会再跳舞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觉得，真的金老师好浪费，因为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您那唯一的舞姿了。这马屁，就这个意思。我用我的舞蹈看到了世界以后，我觉得发现做脱口秀上奇葩说比舞蹈更有影响力。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你们告诉我所有的女人回到家里特别好，我告诉你，人很多时候因为有浪费的资本而高贵。为什么我们说高学历的女生带着高学历回家，我要对她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竟然把她这么多年的所有的才华都浪费了，为了我才因此而感动，明白这个意思吗？她如果今天回来告诉我，我虽然学了那么多，但是一点都不浪费，我就是想回家做，那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不道德。我们要看到他浪费了那么多，而且要看到那个浪费的原因是因为我，因为这份爱，我才因此而最大的质疑我的感动和敬意。谢谢。圆回来了。OK， 我觉得要把现场留给我们观众了，你们去做选择。陈明太太，她最后这个精彩的发言。阻碍了你上台的道路啊！那么我们要请我们几位导师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吴莫愁，你定了主意了吗？我定了。我选择不浪费。对。原因呢？我觉得全职太太，然后是高学历的女性来去做的话，我觉得她们首先她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教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应该也会比没有知识、没有学历的母亲来的方便得多。就像我身旁，就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经纪人他很棒，然后他在管理我的事业的同时呢，他还天天盯着他自己的一个侄女吧，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小朋友学的什么东西，他都马上就能跟进，对。然后我甚至有时候我担心，如果我未来做一个妈妈，可能我小孩他的题，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怎么办？你只要保证不吓着他就行。
这不能保证啊，对，要看我心情。对，反正所以我觉得是不浪费的，对，是有用武之地的。好，谢谢默默，谢谢。徐老师，我还是跟一样，我还坚持不浪费。我还讲个例子，这个女人，我认识一个女人，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个学校老师。然后呢，她呢一路在国内学得很好，国内的名牌大学毕业，然后有机会到国外也考了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她的教育背景，她同时掌握了4门外语：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一毕业就得到Shiseido 日本最好的公司，在纽约做了高管。这个时候她碰到她先生了，她先生的教育根本没法跟她比，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商人。但这女人嫁给他了以后，她就相夫教子了，放弃了高管的工作，她的工作可能是她老公的3、4倍，放弃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孩的妈妈抱怨之极，乃至几乎母女关系破裂了。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拿了这么好的学位，你嫁了一个人，你就不工作了，当太太了。这个女人说：“是的，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为了这个男人，生了2个儿子，然后在家开始用他所有的知识教育了2个儿子。10多年以后，结果是2个儿子，一个培养到了哈佛医学院，一个培养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而且在同时，她把她老公那么点的小资本重新整合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商。这个是由于她的成功案例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的重视。然后呢，当她55岁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公立学校把她聘为了校长。她突然间在她5岁的时候，又圆了她曾经从小想当教师的梦。但是这么10多年，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原谅她，就是觉得她浪费了。但最后，她用她的生活经历告诉了她母亲：“我没有浪费，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只是你要给我时间，我要做我的事情。”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姐姐。当时之前我也看她站在我妈妈旁边，也觉得我姐姐浪费了，但现在她觉得我没有浪费。所以她的选择，恰恰告诉我，她所有的知识储备全花在点儿上了。她觉得那么一个跨国公司需要我这么一个高级主管吗？但我的家庭，我的未来需要我自己。这个不是自私，而是明白清楚。所以说，我觉得高智商女人做全职太太，她一点儿都没浪费。每一个家庭有这么高的质量的话，咱们别再空着喊的社会和谐，不用了。因为你所传述的全是对的，而且一切决定兴趣在于他选择喜不喜欢。他如果是被动的，那太浪费了；他如果是主动的，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是升值的。我说完了。现在是52比48，康永哥，我继续说好不好？好啊。那我想说，好像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政府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应该找到最聪明、最牛的人去管这件事情。受教育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责任，甚至都不是责任，它应该回归到兴趣，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信一句话，叫做什么是你的教育成果？当你完成教育过程，把所学全忘了的时候，剩下的是教育成果。你今天还记得你所学专业教你的那些东西吗？但是你记得很多教育成果。你今天成为你，是那个成果在起作用。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受教育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别把它当成你人生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和一条路。如果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你选择的那个专业就更没那么严重。你们都喜欢英国的一个演员叫 Mr. Bean， 据说他是学物理的，但是他是好演员。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演什么那个什么黑天鹅的那个，好像也是个学什么的啊？对，他们被浪费了吗？
我觉得他们进了研究所，我不管他怎么想，对我来说是浪费了。我太喜欢 Mr. Bean 了，所以浪费这件事儿，它有大小尺度的客观标准。小尺度上就是麦当劳吃了一半扔河里是浪费，这张纸我没有正反面打印是浪费。和小尺度上的时间，今天下午我没去成，没赶上我要去的那个事儿，好像我浪费了我的计划。在人生的大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个概念。我们经常会说，我跟那个人谈了3年恋爱，结果他是个王八蛋。回想起来，我人生是浪费的。但你知道那3年，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没有那3年？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不会浪费在另外一个王八蛋身上？你还常说我找了一份烂工作，那是个烂公司。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4年，我是浪费了我的4年。你怎么知道？所以在人生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件事儿。如果人生没有浪费，我们怎么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在这个尺度上，不是浪费，甚至浪费这2个字无从谈起。我说完了。马东刚才很感人的把整个题目提升到了人生的层次，说人生哪有浪费可言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你爱跟王八蛋谈恋爱谈恋爱，你爱去旅游去旅游，这个说不上浪费，因为可能要到死前才有一本账本拿出来算，不到死前算这个账的话，算不出来的。什么叫浪费啊？这个我同意。可是为什么我的本能上觉得高学历的女生当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我的浪费2个字建立在不是这一方的立论基础，说我们浪费了社会培养它的资源，或者我们浪费了这个学位所带给这个人的专业知识。我的浪费不是建立在这个浪费上。我讲的浪费什么事情呢？我讲的浪费是读到高学历的那个女生浪费了她自己的人生最珍贵的时间。我们过度的美好的描述了高学历这件事情，读到一个高学位是很浪费时间的，哈，很费时，这跑不掉的。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怪不得潇潇跟我不高兴，说我怎么不问本科生？因为我觉得以一个国家的受教育的比例来讲，我认为的高教育呢是到研究所阶段，好，所以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来一次，来一次。大学在我看起来是通才教育，所以刚才这边的人所说的大学是盛一个碗也好，是打造一个什么才华或能力，那都不是我想的高学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高智商，也不是高才华，我们讲的是高学历，你得拿到那张文凭，那才叫做高学历。所以我调查了一下在座的博士跟硕士们，然后我也做了功课，就是我去查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人的硕士论文，我现在告诉你们听，你们会吓到，因为你们没有念研究所的很多人会过度浪漫的想象高学历在干什么。好，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干什么。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你们大概听得懂的这个论文题目，这是中文系研究所，不是博士哦，是硕士。这个硕士的论文叫做《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啊，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啊，读过淮南子的举手，我看一下。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这个我还听得懂，因为我知道淮南子这本书，所以我大概知道。好，接下来呢，我找了一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不是博士哦，只是硕士而已。具生产不确定性与期货避险之货币搜寻模型。啊，这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请说中文。哎，我现在讲的就是中文。接下来我找了一个物理学的硕士论文题目：超导铁磁薄膜系统的界面电阻与临近效应。好，最后来个精彩的啊，就是解剖医学的硕士论文，自我吞噬作用、自噬作用参与 Brown Norway 大老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反应之过程。我们太浪漫了，就是艾丽讲的太浪漫了。艾丽说高学历的知识是相通的，一
点都不相通。这4个硕士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事情啊！我才念了4个，你知道有多少学科吗？就是我还没讲到商业管理，我还没有讲到国际贸易，我没有讲到古典音乐，我没有讲的可多了呢。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跟那个谁，我跟曲家瑞一样，我们学的是艺术硕士，所以我们做的论文不是文字论文，是我们要教作品的。曲家瑞要教绘画吧，要教艺术品，然后我们的要求是要拍3部电影，我才能够毕业，这是我们的论文。所以我们稍微有接近一点真实人生。可是我每次走进电影博士班的时候，我碰到的这些好手穷经的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真的满头白发在念博士，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小孩长大了，他们没有事干。他们很愿意来学一个他们有兴趣的事情，就刚刚马东讲的，有兴趣他就来学了。所以呢，就坐在我对面，然后讲了一大堆电影符号学，我完全不知道我们2个讲的是同一部电影，我很惊讶，就是他从那个店里面看到什么，怎么一样都没有看到啊！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其实都很越走越专才，那不是通才教育，所以高学历不是给我们拿来玩呐，拿来让我们变得比较会管理家政系统，比较会带孩子，比较会像。默默所说的教育小孩，高学历很窄，所以那么窄的时候，你都花了这么多力气写了这个自噬作用参与 Brown-Norway 大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感染过程了。结果你回去看你孩子的呼吸道感冒的时候，到底引发什么过程啊？这个是2件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高学历这3个字，念过的人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而没念过的人会把它太美化。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浪费这2个字的。那我当然同意马东所说的，人生到最后不能够算这本账，没有所谓的浪费可言。可是如果我知道有人花这么多年读了这个学位，然后最后能嫁人的时候，就立刻很高兴的拍拍手说老娘去嫁人了，那我心中浮现2个字是哎，真浪费。这样。所以我们就最后一次投票吧。浪费摁红键，不浪费摁蓝键，请投票。3、2、1，看看最后结果。正方胜出。高学历女生浪费的是什么？是她曾经在这些学识上面下的苦功。你读了高学历，你只想贡献你自己的家里，可是我想贡献国家，我想贡献社会，为什么你不一开始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嘞？你要选择在学术的巅峰去开创你选择，